MBTI 是伪科学吗？大多数心理学家会很直接地告诉你，是的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个不科学的工具却是全球最流行的人格测试，超过5000万人使用过，企业用它培训，年轻人用它相亲，甚至在你的朋友圈和短视频里，每天都有人在讨论 INTJ、ENFP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 MBTI 是错的，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它？如果它是对的，为什么心理学家又集体嫌弃它？今天我们就来扒开这个流行了几10年的疑团。必须要承认，心理学界对 MBTI 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，它的确存在几个科学上的硬伤。MBTI 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二分法，它会告诉你你是外向的 E 人或者内向的 I 人，你是感性的 F 或者是理性的 T。这就像问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，没有中间选项。但现实是，我们的性格更像一个连续的光谱，你不是开关，只有2个选项。有时你会外向，喜欢与人接触；有时你会内向，喜欢独处。这种非黑即白的划分导致了一个尴尬的结果。研究显示，有 50% 到 75% 的人在短短5周后重测，会得到至少1个不同的字母。所以有人说自己今天测是 INTJ， 过阵子测就变成了 ENTJ， 或者变成别的。可以说 MBTI 在某种程度上测的不是你稳定的性格，结果更容易受到状态和情境影响。而心理学界更认可的是大5人格。大5人格的诞生过程非常科学，研究者翻阅了整本词典，找出了4000多个描述性格的词汇，让大量的人打分，再用统计方法寻找数据中的规律。最终，这些词汇自然而然的都能归到5个连续的维度：开放性、尽责性、外向性、宜人性和神经质。这5个维度都有相应的数值，就像个连续的光谱。如果说 MBTI 是把人粗暴归为高个子或矮个子，大5人格就是用激光尺精准测量你在光谱上的每毫米位置。因此，大5人格拥有更高的可重复性、可量化性和行为预测力。比如，外向性高的人更喜欢社交，尽责性高的人工作表现更稳定，神经质高的人更容易焦虑。这些结果非常明显，而且可预测。如果在大5人格中，你的外向程度是62分，偏外向性，但你和外向程度51和80的人都会有明显不同。但在 MBTI 中不会显示这些细节，这会导致相比来说 MBTI 的预测能力更弱。另外， MBTI 缺少一个关键维度，神经质。在大5人格里，神经质并不是贬义和骂人的话，这是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情绪稳定性，是预测心理健康、抑郁、焦虑风险的核心指标。MBTI 缺少神经质这个维度，就像一个健康检查，却漏掉了你的血压和心率数据。那问题来了，那些在大5人格里高神经质，也就是容易焦虑崩溃的人，在 MBTI 里被藏到哪儿去了呢？大5的研究人员做了回归分析，这群情绪高度紧绷的人，在 MBTI 里通常会被分散地归类到内向 I、感觉 S、感知 P 型。MBTI 测试不会直白地告诉你，你的抗压能力很差，总是精神紧绷，只会温柔地说，没关系，你只是喜欢向内思考，注重细节，生活随性而已。顺着这个逻辑，我们再看现实里企业高管中最常见的职场赢家类型 ENTJ。剥掉华丽的外衣，本质上对应的就是大5人格里尽责性极高、神经质极低的人。说白了，就是极度自律靠谱，而且情绪稳如老狗。当然，也有人会说，人格测试这种东西听起来和星座差不多，都是玄学，真的靠谱吗？事实上，现代人格心理学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门科学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并不仅仅停留在问卷层面。研究人员发现，人格特质和遗传、大脑结构以及神经递质系统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联。换句话说，人格并不只是你自己编出来的故事，它背后确实有生物学基础。例如，那些情绪更稳定、更能控制冲动的人，往往在相关神经调节系统上存在差异。
而那些充满好奇心、喜欢探索新事物、更愿意接受变化的人，则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神经活动模式。进一步研究发现，大五人格的5个维度还可以被归纳成2个更高层级的超级因子。一个叫稳定性，它反映的是一个人控制冲动、维持秩序和保持情绪稳定的能力，与血清素系统关系密切。另一个叫可塑性，它反映的是一个人的探索欲、学习能力和认知灵活性，与多巴胺系统关系更密切。虽然这些机制至今仍在持续研究，但至少说明了一件事：人格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标签，它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着真实而复杂的联系。这也是为什么大五人格能够长期成为心理学界黄金标准的原因，因为它不仅能够测量人格，还能预测现实行为，并且越来越多地得到生物学研究的支持。既然这2个工具都是研究人格的，那它们之间有关联吗？早期研究确实发现过它们有关联，比如 MBTI 的外向内向对应大五外向性，理性感性对应大五的宜人性，看上去也像这么一回事。但2022年，英国心理学家 Furnham 的一项9000人大样本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个结论。研究发现，除了少数几个很勉强的关联，二者的核心概念几乎不相关。这个结论比较费解，于是我又测了2只大五。我的大五外向性得分是79分，明显偏外向，但在 MBTI 中我却是一个典型的 I 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名字虽然很像，但测量的内核却不完全相同。大五人格的外向性测量的是你的社交活跃度，还有需要多少外部刺激，你是否需要去蹦迪让自己嗨起来，还是需要安静的环境。而 MBTI 的内外向测量的是你心理能量的流向，比如你是从独处中充电，还是从社交中获取能量。我的能量是从独处产生的，所以我是 MBTI 的 I 人。但在大五的外向组合里，还考虑了热情、活力和自信等因素。我喜欢独处，但并不社恐，所以相应的外向型分数就被拉高了。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？在 MBTI 里明明是 I 人，现实里却很能聊。既然 MBTI 在科学上这么多硬伤，为什么我们做完测试，拿到那份长达10几页的报告时，会感觉它准得可怕，仿佛直接读懂了我们的内心？这正是 MBTI 最高明的地方，它的准不是科学的准，而是心理的准。它描述的是认知方式，而非行为结果。大五人格更多是在测量你的行为倾向，你是否喜欢社交，你是否勤奋。而 MBTI 则是在描述你的认知方式，你看待世界时是先看整体，这是 N， 还是先看细节，这是 S？ 你做决定时更看重逻辑 T， 还是更看重感受 F？ 这不是对错的问题，而是思维习惯的问题。当报告精准地描述出你是如何思考时，你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被理解的感觉，这比描述你做了什么还更能引起共鸣。2. 它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身份标签。大五人格只会告诉你，你外向性60分，尽责性70分。这就像体检报告单，数据很准，但冷冰冰的，它回答不了那个最重要的问题：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但 MBTI 不一样，它给了你一个名字 INTJ、ENFP、ISTJ， 这不仅仅是一个代号，它代表了一整套性格画像、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。人一旦有了标签，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。原来我不是怪胎，世界上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。原来我这种性格还有这样的优势和天赋。这就像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部落，你开始在网上搜索 INFJ 日常、INTJ 的思维方式，看着那些描述，忍不住点头。对对对，这就是我。那种感觉不是星座那种模棱两可的对号入座，而是基于你自己一笔一画答出来的题目，给你的一幅清晰的画像。它让你感觉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接纳，而这种感觉是任何冰冷的分数都给不了的。3. 它是纯粹的正向叙事。MBTI 有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，没有坏人格。内向不是缺陷，感性不是缺点，随性也可以是一种优势。
它会告诉你每一种类型都是天赋不同。而大5人格则不同，它更直接，像理工直男。神经质高就是更容易焦虑，尽责性低就是更容易失败，这带着明显的好坏倾向。所以 MBTI 更像一个心理安慰系统，追求的就不是像体温计一样精准测量人格。它用积极温和的语言，让你在阅读报告时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特质被完全接纳和肯定，帮助普通人理解自己。这种体验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。所以，那 MBTI 和大5到底该信哪个？到底谁对谁错？答案是可能都没有错，因为他们只是在用2种语言描述同一个人。MBTI 更关心的是偏好，你习惯怎样获取信息，怎样做决定，怎样与世界互动。而大5人格更关心程度，你到底有多外向，多尽责，多开放，多情绪稳定。一个是在描述方向，一个是在测量距离。就像有人告诉你，你习惯用左手，另一个人告诉你，你的左手比右手灵活30%，两者并不冲突，只是观察角度不同。它们是2种不同的工具。如果你想了解自己，找到同类，认识伴侣，改善沟通， MBTI 是很棒的入门工具。企业培训师和商业教练们依然对它趋之若鹜。因为在现实里，人们需要一个能快速破冰、方便社交的标签。但如果你是 HR 要招聘，管理者要选拔人才，或者要做严肃的职业规划和心理评估，那么大5人格通常会是更可靠的选择，因为它拥有更高的预测力、更稳定的测量结果以及更扎实的科学基础。不管是大5还是 MBTI， 人们总想找到一个所谓的完美人格。但从进化的角度看，可能并不存在这样的人格，因为环境复杂多变，人格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能够适应世界的重要原因。内向有内向的深度，外向有外向的感染力，感性的人更容易共情，理性的人更擅长破局。人格的多样性本来就是人类能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人格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大多数人会变得更加尽责，情绪更加稳定。所以，无论是 MBTI 还是大5人格，都只是你人生某个阶段的一张快照。他们帮助你认识自己，却不应该定义你。MBTI 最大的价值是让人感觉被理解，而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太渴望一个答案，我们希望几个字母就能解释自己的一生，希望一个标签就告诉自己是谁。但人格不是身份证，更不是命运说明书。INTJ 不会注定成功， INFP 也不会注定脆弱。所有的人格测试都只是地图，而不是目的地。真正决定你会成为谁的，从来不是4个字母，而是你每天做出的选择。那 MBTI 就完全没用了吗？当然不是，它的社交价值、自我探索的价值依然存在，只是我们要先看清它的本质，再去使用它。从下期开始，我们就带着这份清醒的认知，逐一拆解16型人格背后的心理逻辑，看看那些被无数人挂在社交媒体简介里的4个字母究竟在讲什么。如果你测过 MBTI，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类型，之后我会优先挑选出现最多的人格开始讲。